国内有这么一家创业公司，10几家投资机构排着队给他投钱，中东石油土豪带着4亿美元赶来投他，丝毫不顾老美的面子，甚至连国资背景的投资平台最近也出手了，一投就是10个亿，把这家公司的估值一路推到了200多亿。有人就纳闷了，那这家公司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能有这个待遇啊？今天就来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，被称为中国版 OpenAI 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智谱 AI 是个什么来头。话说智谱 AI 的公司介绍里永远都有这么一句话，智谱 AI 是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技术成果转化而来。要看懂这家公司，就得先理解这句话的大背景，就是咱们国家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过去一直非常的低，不到10%，那大部分的科研成果都是发完论文就搁在那儿闲置了。而美国的这个转化率有50%以上，因为美国很早就开始通过一些法案来放权给学校和科研人员，让他们更愿意接受资助做成果转化。那美国能有今天的科技地位，跟这个转化率高脱不开关系啊。所以咱们国家也在2015年就新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。2019年前有关部门又发文表示要进一步加大授权力度。就是在这么一个大的时代浪潮里，2019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知识工程研究室就成立了智谱 AI。所以智谱一开始就是响应国家政策而生的，它的根是长在清华大学里的。公司的董事长、总裁、CEO、首席科学家也都是清华的科研大佬。说来也挺巧啊 ，OpenAI 刚开始也是一个非盈利的科研机构，后来成立了一家子公司，用来融资和发布商业产品。你看这个结构上，它俩是不是就碰巧有点像啊？那这种科研机构转化而来的公司会有什么特别的呢？最明显就是胆子特别大，会更愿意为了探索前沿科技而冒险。你看 GPT 的核心这个 T 也就是 Transformer 架构是谷歌的8个员工在2017年发明出来的，但是谷歌公司却没有先做出来大模型，反而让 OpenAI 用 Transformer 做出了 GPT。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谷歌的创始人布林就说，当时谷歌太胆小了。 Yeah, we were too timid to deploy them. 但这个胆小本质上还是因为谷歌是一家商业公司，科研人员是要向老板交代的。练大模型这么一个当时看着投入巨大又冒险，还不知道对公司的业务究竟有什么用的项目，就很难批得下来。 OpenAI 当年做出1000亿大模型 GPT-3， 多少有些赌的成分。当时他们的首席科学家有一个直觉就是模型越大，数据越多，效果就会越好。但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为什么，就为了他这么一个直觉，为了这么一个可能性，就愿意去冒险尝试。你说胆子大不大？那同样是科研机构转化而来的公司，智谱这帮人的胆子就也很大。智谱 AI 最开始成立并不是为了搞大模型，但他们看到了 OpenAI 发布的 GPT， 意识到了大模型这个方向的潜力以后，2020年就直接把整个公司的研发重点都转向了预训练大语言模型。你看，因为一个技术判断就调转了整个公司的发展方向，这在一般的商业公司就很难发生。而智谱之所以会这么干，可能也是因为智谱公司在创办的时候就立了一个愿景，希望能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。大模型的技术路线让他们看到了一条新的路，就为了这么一个可能性，他们就愿意去试着走一下，哪怕当时知道和相信这条路的人还非常的少。2020年底，他们就开始自主研发一种新型的大模型架构，叫 GLM， 没有直接沿用 GPT 的模型架构，因为他们觉得外国人可以做到的，那我们中国人也可以。GLM 和 GPT 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俩都是用很多个改良过的 Transformer 搭建出来的，但是搭建的方法不一样，所以特点也不一样。GPT 是根据左边的所有内容来预测右边的词，只看上文不看下文，更简单粗暴。而 GLM 是根据左边和右边的内容来预测填空中间的词，能同时结合上文和下文，能力相对更全面。2021年智谱就基于 GLM 模型框架训练出了中国的第一个100亿参数的模型 GLM 10B。到了当年年底，他们又决定再做一个1000亿参数规模的中英文双语大模型。但是这个难度1000亿大模型比100亿可不止高10倍啊！那首先这个算力成本就非常的高。当年 OpenAI 训练 GPT-3， 光是服务器就花了460万美元。那一开始他们试着去拉一些服务器厂商的赞助，结果不太够用，因为需要的算力真的太多了。于是智谱只好自掏腰包，从超算中心租了1000台 A100 服务器。这下算力终于是够了，但是有了一堆服务器，还得想办法把这些服务器统一调度起来。训练大模型就像炼丹一样，一练就是好几个
月，中途还可能因为各种奇怪的原因失败或者中断，什么硬件问题啊、算法问题啊、兼容性问题等等等等。反正这个难度怎么说呢，就很难形容。我从网上翻到一张表，记录了他们整个过程中遇到的主要的困难，大家自己感受一下简直就是998难。一些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不了，就还得求助场外观众，比如清华的 Pacman 团队就帮他们解决了很多硬件问题。就这么20多个人再加上外援，熬了半年多，终于在2022年8月份训练出一个参数1300亿的 GLM 大模型。智谱的 CEO 张鹏后来就回忆说，当时的智谱真的有孤注一掷的意思研发人员的压力都非常的大。结果好不容易训练出来的1000亿大模型，他们第一时间就给开源了，也就是免费公开给大家使用了图啥呢？不过就在 GLM 1300亿大模型开源的3个月以后， OpenAI 发布的 ChatGPT 彻底火出了圈。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，原来国内居然有一帮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研究大模型，于是智谱的一轮又一轮融资就那么开始了。那有了这些钱，又有技术储备，智谱从此就开启了全面对标和追赶 OpenAI 的模式。你看这张图左边是 OpenAI 的产品和功能，右边是智谱的，完全对标，主打的就是一个自主可控、国产替代。你看 OpenAI 这边出了一个 GPT-4，智谱这边就出了一个 GLM-4。OpenAI 做了一个代码辅助模型，智谱这边就也做了一个。今年初 OpenAI 发布的视频生成模型 Sora， 智谱这边早就有视频生成模型 Cog Video， 后来起了中文名叫轻影。那前阵子 OpenAI 不是演示了一个可以跟 ChatGPT 视频对话的功能吗？还没有正式上线，智谱轻研就已经上了一个视频通话的功能。晚上好，可以随时找我聊天哦。你觉得他跳舞跳得怎么样他跳舞跳得真不错，动作又流畅又有力，节奏感也很棒，看着特别享受呢。那由于这种全面对标，越来越多的人就把智谱看作是中国版的 OpenAI， 连全球最有名的学术期刊 Nature 杂志都说 GLM 是中国版的 ChatGPT。不过 OpenAI 正在变得越来越不 open， 因为他们不再开源了嘛，而智谱却在坚持开源。这种做法也为他们聚拢来很多的人气。在 GitHub 开源社区上，他们的项目被成千上万的程序员点赞。在 Hugging Face 全球知名的大模型社区上，他们也是全球点赞数第5多的 AI 机构。所以回过头来，你就会发现论天时，智谱正好踩在了我们国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浪潮上，又恰好赶在了大模型爆火的前夜。论地利，它和清华大学离得很近，也就是离前沿科研成果非常的近，又在中关村这么一个融资环境非常好的地方，离钱很近。论人和，清华大学这边有源源不断全国最聪明的苗子，开源以及中国版 OpenAI 的名号又让他们遍地是朋友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真是要啥有啥。所以这么多投资机构排着队投钱，那可真是一点也不奇怪